这么小一个东西，竟然可以带给你网路，太神奇了。当你在外头这么空旷的情况下，没有手机讯号、没有网络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个，其实我之前是有开箱过这个东西啦，但是它出了新的版本。那这个新的版本呢，非常特别。那我想对很多喜欢登山呐，还有户外旅游的人呢，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哦。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哦，可能听起来我今天鼻音非常重，是因为我前几天呢才开了那个鼻腔啊，还有那个鼻音管啊，还有耳音管的这个手术哦，所以现在呢鼻子塞得很严重哦，所以呢前一阵子没有拍片，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啦。那今天我们来外头就是要开箱全新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卫星网络系统。那大家在新闻上头应该都有听说过 SpaceX 就是 Elon Musk 他在特斯拉的旗下的其中一个公司。那 SpaceX 它有一个部门呢叫做 Starlink， 也就是星链卫星网络公司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开箱它最新的、最小的新的 Starlink Mini 最新的网络系统设备哦。那在之前的好几年前的一个影片了，我是有开箱过他们正常版的这个网络系统。简单来说呢，你只要有电、有空旷的这个天空呢，你就可以收到卫星网络，而且速度其实蛮快的。但是呢，它有个很大的缺点是，它的硬体配备其实非常大，携带并不是很方便。那现在出的这个 Starlink Mini 呢，正好解决了这些全部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赶快开箱给大家看。首先呢，我们把盒子打开，它里头其实很简单，盒子上头呢就有印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说明啊，告诉你怎么样使用。那盒子里面呢，就是它的这个硬体配备哦。那这个东西呢，其实用不到，主要是你如果今天是要把它固定架在，比方说一个电线杆上头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会需要用到它。那这里呢是它的电源插头，那它的实际硬体配备呢，就从这边打开，就是这一块。那大家乍看之下感觉起来好像是蛮大的，所以呢我就带了一个非常正常我们美国经常用的笔记本，这个呢就是8.5 by 11的那个纸大小，大家可以仔细看到它的大小其实跟纸是差不多大的。那这就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它盒子里头没有其他东西，是少了一个什么呢？少了一个 router， 也就是路由器哦。之前我们开箱过的系统，它其实是有3个东西，第一个电源，第二个就是它路由器，再来就是它的天线。那这次 mini 不一样的呢，是它把天线以及路由器全部都结合在一个小小的东西上头。基本上它可能就是比你的 iPad Pro 啊，可能13寸的再大一点、再厚一点哦。你要塞进一个背包啊，或者行李箱是非常方便的。就是这样，你只要有办法供电给它，你就可以对着天空，并且收到讯号，就可以上网了。那在盒子里头剩下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电源线，它给了一个非常长的电源线哦。好，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赶快把它设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次所使用的也是上次我之前有开箱过的 EcoFlow 的这个行动电源哦。那直接把它的线接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 Starlink 的这个天线呢，基本上呢就是对准天空放着就可以了。就这样，我们就先把它暂时放在这里。那再来呢，我们就是要把手机拿出来，要开始做它的基本设定哦。那我们现在就快速的把这里过去一下。一样呢，那他在做设定的时候，他会希望是要确定你的天空是 OK 的，所以他会让你直接对着天空呢，并且做一连串的这些好像测试啊，什么样有的没的，我们就很快速的把这个东西赶快弄一弄哦。
仔细看，我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是把它平放在草地上，也没有什么做什么特别的一个动作啊。那线其实是牵的蛮长的，因为我们要避开这一棵树的关系，电源在那边。那我们回去给大家看一下，它目前所需要的供电量大概是多少？系统上面显示呢，这边呢，如果大家看得见的话，它是写大概要23到25瓦左右哦。OK， 那这边大家可能就会问说，侯老板，你带这么大颗电池，那你如果出去爬山的话，背这颗电池是不是很重？大家不用担心哦。它其实呢，在网络上你可以买一条线呢，它直接是把它的 DC 插头改变成 USB-C。换句话说，你是可以用行动电源来提供电源给它。那荧幕上现在并不是很清楚，但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已经是设定完成了，它已经有找到讯号，这边已经写了 online。那目前呢，它是在下载一些更新哦，我们就先让它跑一下吧。好，我们现在呢，荧幕上头已经显示到说，我们已经是跟那个卫星已经连线了，上头写 online 嘛。那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刚设定的话，所以它的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点。Starlink 它里头呢，本来就是说是你大概需要15分钟时间，它的网络它才会比较稳定。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以现在情况来做一个速度的测试来给大家看哦。好，我们就直接跳进去它里头的速度测试。目前呢，我们有看到它有冲到大概30 Mbps 左右的下载。目前我们刚好看到它大概冲到30、32的那个下载 Mbps 的速度左右哦。那上传速度呢是字比较小，我这边看到大概是6到7，大概6多。那这边呢是有说，他是觉得我如果找一个更空旷的地方，比方说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刚刚那一棵树的关系哦，可能有一点挡到，所以我们可能要大概移动一下这个天线呢，或许可以拿到更好的速度。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试试看哦。好，同样的情况，我们刚刚动了一下呢，明显好像就速度有变慢，就比方说我这样子动，它可能对它来说这个方向并不是很好。那没关系，我们再来找另外一个方向。好，比方说我们再来试一次。你看明显了，我的方向一转对，哇，它的速度就冲上去了。我们现在这次的速度，刚刚的速度有到达60几啊，现在到38哦。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跟之前我们测试不一样，是之前它会自动去寻找这个卫星啊，找到最好的空间。因为你要想说，卫星其实是绕着地球一直在转的。那这个呢，因为它要小，要方便携带关系，它并没有办法说自己自动的去对着准确的方向，所以呢，你必须可能自己要做一些测试，去看说，哪一个方向才是最好的。比方说，你看我们现在再转一下呢，它速度就冲上去了，现在就有130、140、147的下载速度了，就非常非常快。那在 Starlink Mini 情况下呢，它就非常明显的是，你需要抓对这个方向，简单来说，你的下载速度就非常快。那它上传呢，我们这边也是大概是8左右，所以其实也是不错。那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根本不快啊，跟你家里的网络啊，或者是你的手机网络比，根本这个是数字非常非常慢。但是你要想说，今天你如果在一个鸟不生蛋的沙漠或者是山上，你是没有手机收讯，没有任何对外的沟通的状况情况下，你只要有它，给它供个电，对准天空，你就有网络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跟对外联系。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救命的，或者甚至是你可能在沙漠里头啊，太无聊了，晚上出去露营啊，可能想看一下手机啊，看个 email 或怎么样的话，它也可以有所帮助哦。那我之前就有朋友呢，他们去爬山呢，在回来的路上呢，车子不幸的爆胎。那他们爆胎的地方呢，刚好没有手机讯号，也没有什么车子经过，根本没有办法找到道路救援哦。那你想，如果在这情况下，他有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他就可以马上经过它收到网路，并且经过网路呢去发出救援讯号呢？他们后来呢，他们是有幸的是那个有路过的路人呢，他们开车呢顺便搭了个便车，才有办法去找到道路救援。不然你想，他如果什么人都没有经过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就在卡这边非常久？那 Starlink 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让你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它的卫星讯号的呢，你就有办法收到网路哦。这个对住在那种深山上啊、沙漠中啊，或者你是探险队啊、船上啊、海上在游玩的人坐飞机的呢，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哦。
那为什么 Starlink Mini 又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产品？是因为它把之前的大型的这个天线缩小，并且把路由器合而为一。它今天东西就这么大一个而已，跟一个 iPad 差不多大而已。你只要供电，它就可以有办法提供网络。你想说，你今天如果去哪里都有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呢？那 Starlink Mini 呢，现阶段在美国已经可以购买，它的价位呢不是说特别便宜。硬体配备的部分呢，目前呢是$600美金，有一点贵。我们目前判断是大概再过一段时间，它应该就会开始降价。那它月费的部分呢，有分成两个方案哦。目前呢，我看到的便宜的方案是1个月50块，你是有50GB 的流量。那另外一个呢是150块1个月，是无限的数据流量哦。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并不是每天要用它，它是出去啊，比方说露营啊、爬山的时候要用的话，其实你50GB 应该是绰绰有余，因为你不可能一直把它开着，一直在上网做很多事情嘛。相对来说，你花150块呢，有个无限流量，可能用不到啦。所以50GB 50块1个月，其实非常好，并且呢，它的做法是你今天不用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暂时关闭，你不需要每个月付费。你只有使用的时候才要付钱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是蛮好的。今天呢，你可能就是买了一个这个呢，你比方说几个月以后你要出去露营，那你到露营前的时候再把它开通，那你那30天你就有那50GB 的流量可以使用哦。那你下次呢，时间到了你再把它关掉呢，也就不用一直陆续的付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适合你喜欢出去爬山啊、户外活动。户外郊游啊、旅游的朋友们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哦。基本上对着空旷的天空就有网路了。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喜欢我的影片啊，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它的速度其实真的让我有点蛮意外的。只要对准正确的方向哦，就可以跑到平均下载速度140、150哦。虽然说啦，我们平常用140、150呢，大家觉得可能好像不够，但是你今天在深山哦，你如果要发个简讯啊、发个 Line、打个电话哦，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你有网络就是非常庆幸的事情，更何况它是100多 Mbps 的速度哦。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哦。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应该购买。